那你这刮的可不是鸡眼，而是满手的 HPV 病毒。很多人脚底长了个疙瘩，网上一搜图片，发现跟鸡眼很像，就照着鸡眼的处理来治疗，比如自行用鸡眼膏，或者反复在修脚店修脚，最终不仅问题没解决，还导致皮损越长越多。实际上，这很可能是错把植疣当成鸡眼了。植疣可是一种病毒感染，发生率远高于鸡眼，且容易传染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下植疣与鸡眼，并学会正确对待这些常见的足部问题。植疣是一种什么病？植疣说白了就是长在脚底上的寻常疣，它疣是皮肤型的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1、2和4型感染引起的。病毒通过脚底的微小伤口、破损或薄弱点进入，从而形成疣，具有传染性，可以发生在足底的任何部位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一个很小不起眼的小丘疹，然后慢慢增大，表面变得比较粗糙，颜色可能是灰白色或者淡黄色，边界一般挺清楚的。你要是仔细看的话，上面还会看到一些小黑点，这些小黑点其实是毛细血管破裂、出血之后凝固在脚趾里形成的，这也是跟鸡眼区分的一个关键点。鸡眼是一种什么病？鸡眼主要是脚受到长期摩擦和压迫引起的问题，比如说鞋子太挤脚了，走路姿势不太对，或者有些人脚有点骨骼畸形等情况，它跟病毒没有关系，本身也不会传染。鸡眼表面通常是比较光滑的，颜色为淡黄色或深黄色，形状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圆锥，朝里长得扎着肉。如果用小刀削去表面的角质物，在鸡眼中心还能看到一个半透明的硬芯，或者叫栓，有点像鸡的眼睛，所以才叫鸡眼。植疣和鸡眼如何区分？植疣由于是病毒感染导致的，足底每天走路的摩擦刺激，很容易引起植疣的自身传染，所以植疣数量通常较多，可散着或成群出现，甚至有时候会融合在一块，形成一片。植疣的疼痛感因生长位置而异，生长在受压区域的植疣也可能引起明显疼痛，但其疼痛通常不如鸡眼那样尖锐和持续。鸡眼就不一样了，鸡眼通常是单个出现的，很少超过3个。它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你走路一踩或者用手一按那个地方，疼痛感会非常明显，甚至是钻心的痛，主要是因为那个尖的角质栓直接顶到皮下的神经末梢了。结合上面这张图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两者的区别。一、植疣，病毒性的，会传染，数量可能比较多，表面粗糙，可能有黑点，走路压着疼的不厉害。二、鸡眼摩擦或压迫出来的，不传染，数量一般少，表面比较光滑，但是走路一压就会特别疼。植疣和鸡眼如何治疗？根据前面的介绍，可以知道把植疣当鸡眼，用了那个鸡眼膏是没用的。植疣的正规治疗方法包括外用水杨酸、嘧啐莫特等药物，以及液氮冷冻、激光治疗等。水杨酸的优点包括可自行给药、涂抹时无疼痛，以及严重副作用风险非常小。液氮冷冻疗法需要由临床医生实施，缺点是会产生疼痛，因此主要用于大龄儿童和成人患者，往往避免用于幼儿。视频展示的就是液氮冷冻治疗植疣，通常需多次治疗，间隔2到3周。鸡眼相对来说好处理一点，可以外贴鸡眼膏，外用水杨酸软膏、尿素乳膏等药物，比如用水杨酸软膏软化溶解角质后，再用保鲜膜封包过夜，第2天温水泡脚软化皮肤，再用指甲锉轻轻摩擦去除死皮，然后再涂上保湿霜。当然，这些药物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，因为高浓度的水杨酸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，如果没把握好浓度和使用频率，可能会损伤皮肤。另外，也可以用激光治疗，如果鸡眼特别顽固，可以考虑手术切除。日常如何进行预防？防植疣，关键就是阻断病毒传播。比如说，你去游泳馆、健身房的浴室、更衣室这些地方，地面一般都比较潮湿嘛，那是病毒容易待的地方。一定要记得穿自己的拖鞋，千万别光着脚走来走去。平时注意保持脚的清洁，同时注意足部保湿，防止皮肤因干燥而产生微小裂口，减少病毒入侵的机会。万一脚上已经长了植疣，千万别自己用手去抠，或者拿指甲刀去剪，这样很容易让病毒扩散到其他地方，或者传染给家里人。建议对植疣使用单独的指甲锉和指甲刀，不得在健康皮肤和指甲上混用，不要抓挠疣体。防鸡眼就是减少脚上那个局部的摩擦和压力，要穿合脚的、舒服的鞋子，鞋底太硬也别太软，大小要合适，别太挤。如果本身有足部骨骼畸形的问题，也要积极想办法矫正，或者用一些定制的脚型鞋垫来分担压力。总而言之，
如果你发现自己脚底长了个什么东西，千万不要网上搜一张图，想当然的自己判断。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去找皮肤科医生看一看，让专业人士帮你明确诊断，避免白费功夫还起反作用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